哎呀，自打护送唐僧攻城，被封为斗战胜佛，已过100年，这花果山的日子虽逍遥，可俺老孙这身筋骨快要生锈了。原来是斗战胜佛，小仙金奖，见过大圣。嘿嘿，小童儿，这般或急或了的，是赶着去投胎吗？大圣说笑了，不知大圣今日怎有闲暇，来我这33重天？俺老孙在山里待得闷了，想上来寻那3头6臂的小子耍耍，可跑遍了李天王府，也未见他人呐。三坛海会大神，这会儿他应是在斩仙台那边，小仙也正要赶过去。嘿嘿，斩仙台那地方平日里冷清得很呐，今天有什么热闹瞧？快说与俺老孙听听。大圣有所不知，月前犀牛贺州出了个胆大包天的散仙，不知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，一口气拆了人家7、8座寺庙，把佛像都给砸了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，惹恼了西方那些秃驴。您知道他们最是小心眼儿。大圣，小仙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秃驴变秃驴，俺老孙听的。你继续说，后来怎么了？那散仙虽有错，可毕竟也是仙级中人，要让他神形俱灭，就得过斩仙台。西方教地的话，玉帝的意思是让天庭众仙都去断行，大家一起看着，就不是他一个人的决断了。那老二还是这般做派。是啊，我好不容易跟老君告了假，再晚点可就什么都看不着了。走，同去。这等有趣的事怎能少了老孙啊？快，前面带路。谁？你这泼猴，如今都是斗战胜佛了，怎地还跟以前一样，改不了这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？小哪吒，许久不见，越发威风了啊！怎么这等场合也把你给叫来了？你这不也来了？玉帝的旨意，谁敢不来？就是他，拆了佛寺，还砸了金身。听闻西方教派了18罗汉去拿他，都为他上门，真是胆大包天。孙悟空、哪吒、李靖，我这是穿越到西游结束后的洪荒世界，完了，这下彻底玩完了。人生编辑器系统激活。系统，你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，等我尸体凉透了再来给我上炷香吗？本系统可以自由编辑宿主的人生履历。规则1：编辑内容不可与世人熟知的真实历史产生直接冲突。规则2：编辑内容无法直接改变现实，无法为宿主提供修为或法宝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不就是个废物系统？雷猴王、齐天大圣、斗战胜佛、孙悟空，不能改变众人熟知的真实历史是吧？那我可要编点野史了。至于有多野，可就是我说了算了。陛下，诸位仙友，此寮名为陆凡，本是一介散仙。10年前，他以无故毁我西方教在南瞻部洲的数座寺庙，佛门精深，罪孽深重。我佛慈悲，厌其修行不易，只将其镇压于灵山脚下，令其日夜听诵佛经，望其能洗心革面。谁料10年期满，此寮非但不知感恩，反而心生怨恨，潜藏修行，于数月前再度出手，变本加厉，毁我佛寺7座，更出手打伤了我教护法罗汉。此等顽劣之徒，心性毅然成魔，若不加以严惩，必为3界大患。
今日请上斩仙台，便是要斩其仙根，灭其神魂，以儆效尤。这小子有俺老孙当年的几分风骨。哼，换做是我，怕是10年都等不了。陆凡，你可知罪？罪？我何罪之有？你们强行将我镇压，日夜以经文魔音灌耳，原以为能让我屈膝服软。我陆凡修邪，求的是念头通达，经手的是本我道心。尔等所为，在我看来与邪魔无异。我心向正义，为何要向邪魔屈服？妖言惑众，死到临头还敢污蔑我佛，冥顽不灵，当诛！痛快，痛快！说得好，什么狗屁慈悲啊！俺老孙当年就没信过。看他们那铁青的脸色，只觉得心头一阵舒畅。菩萨息怒，息怒！依老臣看，此事尚有蹊跷，不如将惩罚改一改，废其修为，贬为凡人，也算是全了出家人的慈悲之心嘛。太白金星此言差矣。此了心性已成魔，若是只废其修为，难保他不会转修鬼道火功，届时为祸更甚。暂借安危，岂能儿戏？诸位仙家既觉他情有可原，也罢，今日便让诸位看个清楚，此人究竟是正是邪。传递府前罗王上殿。小王参见玉帝，见过诸位上仙菩萨。阎王，劳烦你用夜报水镜将陆凡的过往经历公之于众，让大家看看他为了修成这地仙道果，手上是否干净。一个釜底抽薪。是，系统开始编辑人生履历。这看不出是什么奸恶之辈啊！是啊，生于贫寒，却知孝悌，品性纯良。阿弥陀佛，正因如此，才更说明此寮罪无可恕。有如此淳朴善良的父母言传身教，他还是长成了一个与我佛门为敌的狂徒。这说明他天性便是冥顽不灵，教化无用，便只剩雷霆手段。爹娘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家里的粮食怕是撑不到下个月了。嘿嘿，凡儿啊，你不知道，今天我们为了躲野猪，跑到了东边那座怪山附近。就是那座山，听村里老人说，是几百年前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我们躲在山石后面，远远地往山脚下看了一眼。乖乖，你猜我们看到了什么？山脚下压着一个猴子，一个毛脸雷公嘴的猴子，他还会说人话。我们吓得不敢动弹，可他一直在那儿喊饿，叫得可怜，身上脏兮兮的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，看着让人心里不好受。所以我们合计着把家里的粮食匀一些出来，给他送过去。切，都看俺老孙做甚！俺老孙脸上又没长花。五行山下那500年，除了山神土地和那个木头，压根儿就没人给俺老孙送过吃的呀！难道是阎王这破镜子出错了？爹娘，我们自己都快没得吃了，真的还要把粮食分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猴子吗？嘿，凡儿，爹知道你懂事儿，可是啊，我们是穷，但心不能穷。人活着，要是连一点热乎气儿都没了，那比饿死还难受。是啊，孩子，帮人一把，求的不是回报，求的是自己心里能过得去。那个猴子，不管他是精是怪，他喊饿，我们就不能当没听见。这陆凡的父母都是真正的良善之人，
生于乱世，能守住这份本心，实属不易。哼！猴哥，猴哥，这水镜里的人，你当真认得？怎么是你这呆子？不好好在你的净坛享清福，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？哎呦，疼！猴哥，我的好哥哥，快松手！哎呀，轻点儿！哎呀，当着这么多亲友的面，给老猪我留点面子。哼，我如今好歹也是个净坛使者菩萨。哎呀，哥，说真的，这家人你到底见没见过？不认得。俺老孙被压在山下500年，除了观音菩萨派来看守的山神土地，就一个木桶给俺摘过几个桃子。至于这什么陆凡，俺老孙听都没听过。阎王继续吧。凡儿，抓紧我的手，别走丢了。爹，我们快点走吧。嘿，都小心点儿，这片地界不太平，官府不来，多有险境的强盗，林子深处还有吃人的妖精。爹，我们村东头不是有座寺庙吗？里面的和尚难道真的不出来降妖除魔吗？唉，凡儿啊，那些和尚，他们只会待在庙里吃斋念佛，外面的事从来不问。村里的李大叔羊被狼妖叼走了，去庙里磕头求大师傅降妖，可和尚说降妖除魔有伤天和，除非李大叔能捐出300斤粮食做香火钱，他们才能考虑为他念经，看看能不能感化那头狼妖。感化？狼妖也能被感化吗？哼，谁知道呢？李大叔哪拿得出300斤粮食？后来我听说，那些抢劫的强盗倒是跟庙里的住持关系很好，每年都要捐不少香火钱呢。荒谬！此等渔夫一派胡言，寺庙接受香火供奉乃是天经地义，他自己拿不出供奉，便心生怨怼，肆意污蔑我佛门清净地。有这样的父亲，难怪会养出陆凡这等孽障，此乃根子上的坏，天性里的恶，夜包水镜照出的正是他罪孽的源头。菩萨说的是，凡夫俗子不明佛法真意，供奉我佛乃是积攒功德，他们却不知好歹。爹娘，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学一身天下无敌的武艺，我要做一个行侠仗义的大侠，谁是坏人我就打谁，谁是妖精我就出谁，我要让这天底下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好人。好，说得好！好小子，有志气。好，这小子对我胃口。好孩子，我儿有志气。我的凡儿以后一定能成大英雄。小心！当爹啊！跑！快跑！原来俺老孙当年本可以多吃上一顿饱饭的，就因为这几个该死的强盗！猴子，猴哥！斗战胜佛，往事已矣，皆为尘烟，一饭之缘。
终究是镜花水月，何必为了这过去之幻象动了嗔怒之心？还望早日放下，方得自在。好一个过往云烟，好一个心生执念！菩萨，你跟俺老孙讲佛理。好，俺老孙今日便也与你讲一讲佛理。俺老孙且问你，何为放下？放下便是看破虚妄，不为外物所扰，不为执念所困。说得好！那老孙再问你，当年那一家三口捧着活命的粮食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猴子，此为善念，是真是妄？是真。那伙强盗拦路抢劫，伤人性命，此为恶行，是真是妄？是真。既然善恶皆是真，是非皆分明，你却让俺老孙放下，岂不是让俺老孙连真假善恶都不辨了？俺老孙今日不追究那几个早已轮回的强盗，这便是俺老孙的放下与慈悲。可俺老孙心中不快，忆起那家人之善，生出几分火气，此乃真性情。若连喜怒都无，善恶都不分，与那妖物何异？佛是觉者，不是断绝一切的魔头。你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，还敢在俺老孙面前卖弄佛法？坏了，这猴子他已是斗战胜佛，论佛法，我远不是他的对手。阿弥陀佛，斗战胜佛，佛法精深，见解独到，小僧受教了。圣佛为凡人善意鸣不平，小僧感同身受。但今日我等齐聚于此，并非是为了审判几百年前的凡人强盗，而是为了断此了陆凡之罪。他毁寺灭佛，打伤罗汉，罪证确凿，还望圣佛与诸位仙友莫要被过往之事混淆了今日之正题。阎王继续吧。当家的，快带凡儿走，别管我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拼就凭你这瘸腿的泥腿子！快走啊！爹，别出声，快跑！凡儿，听着，躲在这里，千万不要出来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都不要出来。娘，那你呢？娘去把他们引开。爹，娘，今日之仇，我陆凡对天起誓，此生不报，誓不为人。那些害死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陆凡对天起誓，此生不报，誓不为人。诸位都看到了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此子被仇恨蒙蔽双眼，心中种下怨毒的种子，为了复仇不择手段，这便是他堕入魔道的开端。他恨的不是佛，是劝他向善的一切。此等心已成魔之辈，若不将其形神俱灭，便是对三界众生的不负责任。我操你母的慈悲！你他妈跟我讲放下，我爹娘为人像杀鸡一样宰了，你他妈让我放下！
一个7岁的孩子亲手埋了我的爹娘，你他妈让我放下？我问你，那几个强盗杀人的时候放在哪里？我爹娘惨死的时候慈悲又在哪里？现在你站在这里跟我说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陆凡还有一口气在，这仇我就报定了。杀我父母者，我必杀之；包庇凶徒者，我必灭其满门。你们的慈悲就留着超度你们自己吧。此了，当真罪该万死。陆凡仙友，你方才说有人包庇杀你父母的凶手，其中莫非另有隐情？隐情？哪有什么隐情？有的只是我跟那帮秃驴不死不休的血海深仇。我父母死后，我拜入三修洞府，苦学仙法10年，待我修成人仙，重返故里，将当年那伙强盗一一手刃。只可惜那独眼龙首恶却提前跑了。他跑进我爹娘生前最看不上的寺庙里，剃了头，跪在佛前，说要放下屠刀，皈依我佛。那庙里的住持竟然真的就收下了他，还给他取法号为慧悟。他悟了什么？悟了杀人放火后躲进佛门就能一笔勾销吗？我提剑上门，他们却拦我，说什么佛门乃清净之地，说什么他既已皈依，说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呸！我爹娘惨死的时候，他们怎么不说得饶人处且饶人？我不听狗屁经文，强闯山门，那群秃驴结阵护住那个杀人凶手，说要度化我。好啊，你们要度化我，我必须送你们去见佛祖。我打散阵法冲进大殿，一剑就把那独眼龙的脑袋砍了下来。可我没想到，打了小的来了老的。那4里秃驴捏碎玉符，运有犀牛贺州罗汉降临，说我杀性太重，要镇压我。我杀了罗汉，他们便来了菩萨；我伤了菩萨，他们便来了更多的佛陀。一路追上，口口声声都是我罪孽深重。我陆凡烂命一条，死则死矣。他们要杀我，得杀回去，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有赚，最后历劫被擒，就到了这里。一派胡言！你将自己说的何其无辜！你可知你这一路杀伐，毁我西方教在犀牛贺州的寺庙上百座，杀我佛门弟子虔诚信徒逾越数千之众，你犯下如此滔天杀业，还敢在此狡辩？上百座寺庙，数千僧侣，我的个天爷呀！这小子是把犀牛贺州捅了个窟窿啊！本来还以为是西方教借题发挥，搞了半天，人家是被人在大本营里杀了个七进七出啊！这杀业确实是罪孽滔天了，佛祖没有一巴掌当场拍死他，都算是真的有涵养了。陆凡，前因后果，诸位仙友都已明了。你因一己私仇，牵连无辜，屠戮数千生灵，罪孽深重，铁证如山。临死之前，你可有半分忏悔之意？忏悔？我为何要忏悔？我只恨自己修为不济，没能杀上灵山，掀了你们的大雷音寺。我只恨自己杀得太少，没能让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秃驴全部下地狱去见我爹娘。我陆凡生于天地，快意恩仇，此生无悔，要杀必杀，何必多言？这小子比俺老孙当年还狠，这杀业太重，不好办了。猴哥，这可捅破了天了，杀孽太重，佛祖都压不住火，咱要是开口，就是跟整个西天对着干。
到时候老朱我的斋饭都要被扣光了。怕什么？他杀的是包庇凶手的秃驴，又不是什么好人。要我说，杀得好。杀的是痛快，可命也要没了。等会儿看情况，要是真下令斩了，咱们3个一起去求情，为了修为打入轮回，你总好过形神俱灭呀。对，留条命就行，留条命就行。想死没那么简单。我西方教慈悲为怀，天庭执法公正严明。今日聚众于此，是为公审你的罪孽。阎王继续放，我倒要3界众生都看个清楚，这个口口声声为了报仇的孽障，究竟是在何处，与哪个邪魔外道学的这一身伤天害理的杀人道法。话说，这前朝出了一只了不得的妖猴，天生地养，拜师学艺，得了长生不老之法，又去东海龙宫强取豪夺，抢了定海神针做兵器。玉帝大怒，派下10万天兵天将要擒此妖猴。结果如何？结果那妖猴一人一棍，打得10万天兵丢盔弃甲，哭爹喊娘，直打得南天门紧闭，无人敢出。这是何等的无法无天呐！嘿嘿，听见没？讲的是俺老孙的威风史呢。孽障怎么会放出这段？最后还是西天如来佛祖出手，翻掌之间化作5行大山，才将这泼猴压住。诸位看官，这便是告诉我们，做人呐，切莫学那孙悟空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终究要自食恶果。是啊，这猴子就是不知好歹。哼，放着好好的神仙不做，非要去闹天宫，活该被压。天庭待他不薄，封他做齐天大圣，何等荣耀，他却不知感恩，真是良心狗肺。你们说的不对。切，小叫花子，你懂什么？那孙悟空搅乱天庭，藐视天威，还不是错？藐视天威，那天威又何曾正眼看过的？他生来是时候靠着自己苦修一身本领，何错之有？地府的判官凭什么要勾他的魂？天庭招安第一次封他做弼马温，一个养马的小官儿，这是招安还是羞辱？他犯下天庭，自号齐天大圣，不过是想要一个公平的对待。从头到尾都是天庭高高在上，视他为可以随意摆布的妖物。既然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那他又为何要进天？他搭上凌霄宝殿，要的不是那个宝座，他要的只是一个公道。他要的只是一个公道，原来是这样吗？孽障！本想证明他是成邪魔，结果却照出他对孙悟空的崇拜，这还如何定罪？好，说得好。斗战胜佛昔年之事，在座诸位都心中有数。圣佛当年确有行差踏错之处，然佛曰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圣佛被镇压500年，幡然醒悟，这才有后来护送圣僧西行，证得佛陀果位的大功德。此乃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是3界浪子回头的典范。可此了陆凡学的又是什么？他只学了圣佛当年的行，却未学到圣佛后来的神；只学了大闹天宫，却未学回头是岸。
他将圣佛的年少轻狂当作自己行凶作恶的借口，他这是在玷污圣佛回头向善的功德。若说他与圣佛有何相干，那他便是圣佛早已斩断的恶师，是需要被彻底净化的心魔。菩萨此言高明。不错，孙悟空如今是佛门正统，总不能去支持一个模仿自己黑历史的狂徒。菩萨有水平，这下猴哥跟那小子撇清关系了，咱们也不为难。菩萨，你也不用在这儿跟俺老孙阴阳怪气、指桑骂槐。俺老孙当年是对是错，自己心里有数。那五行山下的500年不是白待的，俺走的是俺的路，他走的是他的路。不过，俺老孙也想知道，他这份他以为的公道，究竟会把他带向何方？如果他最后罪不至死，俺老孙自然会保他一条性命。菩萨，还是继续看下去吧。俺老孙也很好奇，这小子听完了俺的故事，究竟去哪儿学了这一身本事？只要他不撕破脸，就还有余地。待会儿照出他修炼魔功的铁证，看你孙悟空还如何保他。继续。出刀要快狠，战场之上不是一胜负就是亡。就是这里。你为什么要救我们？你们会说人话？我们生在这山上，饮灵泉，吃仙果，自然就通了人性。我们见过的人类只会抓我们，射我们。你和他们不一样。我问你们，这附近可有什么仙山洞府，或是隐士修行的神仙？那这山上可曾有过什么神通广大的妖王？年轻人，我倒是可以给你讲讲，这里叫花果山。我们以前是有一位大王，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那时候俺也还只是一只刚学会爬树的小猴崽子，俺没亲眼见过大王搅乱天宫的威风，都是听族里那些更老的前辈说的。他们说大王是我们花果山的石猴，拜了神仙为师，从东海龙宫取来定海神针，又去地府化掉生死簿，带着我们过了一段无拘无束、快活逍遥的日子。后来天庭招安，却只封他做了个弼马温。大王何等心高气傲，当即就反下了天庭，自号齐天大圣。再后来就是10万天兵围剿花果山，大王一人一棍，打得天庭众神闻风丧胆。那段日子是我们花果山最风光的日子，只可惜后来大王被西天的佛祖镇压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山里的老前辈一个个老死病死，我们这些后辈没了庇护，时常要受那些凡人猎户的欺辱，一年不如一年啦。多谢告知，今日叨扰了。青流布，这是我们山上最好的果子，送给你吃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怎么回事？这陆凡就像一块狗皮膏药，死死粘在了孙悟空的因果线上，这太刻意了，就像有人写好了剧本。是时间上的巧合，陆凡与他产生纠葛时，恰好是那猴子被镇压的500年。所有人都盯着五行山，谁会去在意一个南瞻部洲的凡人？好一个瞒天过海！罢了，
就算孙悟空不支持又如何？陆凡屠戮数千僧侣是板上钉钉的滔天大罪，天庭公判讲的是天条，今日无论如何也要将此寮斩于此地。猴子，大圣不可！来，这是玉帝老儿私藏的万年仙酿，还有蟠桃和龙肝凤髓。多谢大圣。俺老孙不喜欢欠人人情，当年那顿饭俺没吃上，但你那份心意俺记下了。这杯酒为你救过俺的猴子猴孙，还有你刚才在茶馆里说的那番话，嘿嘿，说的不错，很对俺老孙的胃口。我只是说了实话，从我记事起，大圣便是我追寻的背影。我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想学当年的您一样，活个快意恩仇，念头通达。好小子，有你这句话，今天这顿酒就没白喝。跟孙悟空讲规矩，当年10万天兵都没讲明白，我只能等这场荒唐的闹剧结束。酒是好酒，菜是好菜，多谢大圣款待，我陆凡这辈子值了。猴哥，你这也太乱来了，万一捅到佛祖那里去，咱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呆子，真是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那些龙肝凤髓被那小子一个人吃了。可惜俺老孙不是在那500年前认识的这小子，若是在当年有这么一个对脾气的兄弟，俺老孙定要与他结拜。等他转世吧，入了轮回，俺老孙亲自去地府打个招呼，给他寻个好人家，下一世定要与他痛饮300杯。三太子，等会儿那帮秃驴肯定要判他个形神俱灭，玉帝的意思是让我们做个见证，到时候你帮着说2句话啊，保他一个轮回的机会。这还用你说？这小子对我脾气，我保定了。杀孽是真，罪无可恕，但罪不至形神俱灭。俺老孙要保的不是他的命，而是他重入轮回的资格。在场的聪明人应该都能看懂俺老孙的意思。老官，大圣，如今你也是佛了，怎么走路还这般没声响？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你下。老官，这热闹好看吗？何止是好看，这几百年就属今天这场戏最精彩。既然好看，那就不该让他这么快收场，对不对？那帮秃驴仗着自己气运昌盛，都快把凌霄宝殿当他们自家衙门了。今天敢借斩仙台杀一个散仙，明天是不是就敢借着斩仙台来定我们天庭仙官的罪了？大圣说笑了，天规森严，那陆凡杀孽深重乃是事实，我等也不好公然违逆天条。俺老孙也没让你违逆天条，俺老孙只是想说，天条里可没写包庇凶手的寺庙就该被护着，也没写一个为父母报仇的孝子就活该形神俱灭。他有罪，罚他，废他修为，打入轮回，俺老孙没意见。可要是想借着天庭的地盘，用天庭的刀来扬他们佛们的威风，顺便把咱们天庭的脸面踩在脚底下。法理之外亦有人情，此事关乎天庭威严，断法之时确实需要审慎呐。大师兄，
沙师弟做了金身罗汉，倒是威风啊！怎么见了师兄倒生分起来了？大师兄说笑了，吾竟不敢。那小子你都看见了，你怎么看？师傅教咱们的慈悲是看着好人被冤，恶人得道吗？大师兄，他杀孽太重了。犀牛贺州血流成河，数千同门丧命于他手，你失入了魔掌，回头无岸了。狗屁的回头是岸！岸上都是一群要杀他的仇人，你让他回哪个岸？回去引颈受戮吗？俺老孙不跟你辩经，就问你一句：当年在流沙河，你吃人无数，比他杀的只多不少。师傅收了你，可曾让你偿命？你我师兄弟一场，今天这小子俺老孙保了。等会儿你自己掂量，光靠这些人情还不够，得请一尊真正的大佛出山，才能从道理上彻底压住他们。师傅，悟空，你来了。俺老孙从斩仙台而来，那里有个叫陆凡的散仙要被斩，跟俺还有些渊源。那帮人揪着他不放，非要判他个形神俱灭。俺看着不痛快，想保他一个轮回。这事儿还得请师傅你出面说句公道话。阿弥陀佛，悟空，你可知他为何会杀那么多人？为了报仇，为了心中那口恶气呗。是也不是，从因到果期间还隔着一样东西，是苦。他父母惨死是苦，求仙无门是苦，正是这些无人度化的苦，才让仇恨长成了滔天杀业。师傅，俺不懂这些弯弯绕绕，俺只知道他没错，换作是俺，只会比他闹得更凶。为师知道你心中有不平，去是自然要去的。师傅，你既明白，就该去为那小子说句话呀。为师去，并非是要保下他的性命，杀业已成，轮回受罚，无可避免。哦，那是为何？为师去是为他求一个法，一个能让他真正放下仇恨、解脱苦难的法。为师会告诉他们，若公道不存，慈悲变成了伪善；若善恶不分，佛法变成了空谈。杀人凶手当有此报，包庇凶手者亦当有此报。好，有师傅这句话，俺老孙就放心了。够了，辞了过往，暂且不论。阎王不必再追溯，直接将水镜调至他拜师学艺之时。本座倒要看看，究竟是何方邪魔教出了这等蔑视我佛、滥杀无辜的孽障。灵台方寸山，这是何处？三界之中有这座仙山吗？从未听闻，莫不是哪位避世不出的上古仙人所居之地？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。师父当年曾严令告诫，不许我对任何人提起他的名号。这夜报水镜怎么会照出这个地方？这不可能！猴子，你怎么了？斜月三星，这是何意？是某种道号，还是暗语？斜月是心字的起笔，三星是心字上的三点，灵台方寸亦是心，这是师父菩提老祖的道场。
怎么回事？为何停了？快给本座继续照下去！菩萨息怒。小王也不知道啊，这夜报水镜乃地府至宝，与天道因果相连，从未出过此等状况啊！按理说，只要是宿主亲身经历之事，就一定能照出来，除非什么？快说！除非那洞府之中的存在，其道行已经高深到了能将所有进入他道场之人的这段记忆，都从天道因果的长河中抹去。这是圣人才有的通天手段呢！荒谬！圣人早已不问世事，岂会屈尊去教导一个凡人？我看，分明是你这夜报水镜出了问题。诸位仙友，稍安勿躁，此事关乎重大，为证清白，小僧须去地府一行，请一位大能前来相助。能让夜报水镜都失效，我猜必是一位隐世不出的准圣大能。准圣，三界之中有名有姓的准圣就那么几位，哪一位的道场也对不上号啊！陆凡那小子不会真的拜师成功了吧？如果他真的成了师父的弟子，那他就是俺老孙的师弟呀，那意义就完全不同了。这是同门之谊，无论如何都必须将他从这斩仙台上完整的救下来，哪怕是为此与整个西方教翻脸，再闹一次天宫，俺老孙也在所不惜。地藏王菩萨，是谛听。谛听能听三界六道一切心声，一切之声，辨善恶识真假。这下好了，有劳菩萨，请神兽出手，辨此了师承来历，究竟是正是邪。阿弥陀佛，去吧。怎么会这样？谛听神兽无所不听，无所不闻，怎么会？谛听告诉我，他听不到。听不到？不可能！不是被禁制阻隔，也不是被天机蒙蔽，而是那段因果，那段声音，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于这三界六道之中。不存在于三界六道，这不可能啊！连谛听都听不出来，这三界之中何时出了这等人物？抹除因果，我只在古籍中见过对圣人手段的描述，可圣人早已不问世事。会不会是某种失传已久的上古至宝，比如那混沌钟？不可能，那些先天至宝皆有其主，若有异动，三界大能岂会不知？我看这更像是人为的手段。人为？谁能有这本事？当年的六耳猕猴也只瞒得过漫天神佛，却瞒不过谛听。如今这个竟是连谛听都能瞒过。是师父，一定是师父他老人家，只有他才有这般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的大神通啊！诸位，谛听已尽力，此间事了，贫僧也该回地府了。此子杀业虽重，但其心未泯。若他日魂归地府，贫僧愿亲自为其诵经，渡他轮回。渡他轮回？
本座要的是他形神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佛祖交代的差事绝不能办砸，办砸了丢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脸，是整个西方教的脸。既然看不见，那咱们就听，给本座用法力强行灌注，本座就不信这夜爆水镜连一点声音都传不出来。菩萨，这强行催动恐会……让你做你就做，出了事本座一力承担。晚辈陆凡自南山部众而来，跋涉10万里，诚心叩见仙长，恳请仙长开恩，收我为徒，传我大道。你回去吧，此地300年前便已不再收徒了。是他，是师父的声音，数百年了，这声音让老孙永世难忘。师父，他真的还在。仙长，晚辈知道自己资质愚钝，根骨不佳，但晚辈向道之心坚如磐石。晚辈不求长生，不求逍遥，只求学一身通天彻地的本领，去斩尽世间不平事，去杀尽天下害人虫。为复仇而来。是。以杀止杀，只会让你堕入无边业障。你心中之恨如同毒火，你所求的非是仙道，而是魔道。仙又如何？魔又如何？若仙道便是眼睁睁地看着亲人惨死而无能为力，那这仙我不修也罢。晚辈只知杀我父母者，我必杀之；包庇凶手者，我必灭其满门。若天不与我公道，我便自己去取，这就是我的道。糟了，师父最不喜沾染因果，这小子执念如此之深，师父定然不会收他。罢了，你这心性刚烈至此，已成定局，是缘是劫，皆是天数。也罢，我便收下了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门下最后一个弟子，也就是我灵台方寸山斜月三仙洞的关门弟子。弟子陆凡拜见师尊。道法是利器，可以救人，亦可以杀人。将来你学成下山，搅出任何祸端，都与我这方寸山再无干系。届时不许你对任何人提起贫道的名号，也不许你说出此地分毫。你可能做到？弟子谨遵师命。好，起来吧，随我来。这是哪家的道统？教人杀法，助人复仇，这与魔道何异？话不能这么说，这份气魄何等快意，这才是真性情，真大道。想我辈修士逆天而行，求的不就是一个念头通达？若连血海深仇都要放下，那还修的什么仙？说得好，这等护短又霸气的师尊，我怎么就没遇上？道法是利器，若天地不公，便打碎这天地。我以为自己魂飞魄散，却在乾元山金光洞重获新生。师尊为我用莲藕重塑肉身，我睁开眼问的第一件事便是血仇。痴儿，他既不仁，你何须有意？去吧，去讨回你的公道。出了任何事，自有为师替你担着。禅叫护短，帮亲不帮理，这3界之中有一种道理叫护短。放下，慈悲，何其可笑！师父他还在，他没有抛弃我们。可俺老孙是被逐出师门的逆徒，俺老孙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他？关门弟子，那这陆凡岂不就是俺老孙的师弟呀？俺老孙有师弟了，嘿嘿嘿嘿，这是俺老孙的师弟。抓到你的把柄了，邪魔外道，这便是铁证。诸位，
真相大白，此了陆凡，其师承根本便是邪魔外道，其师尊更是一个传授杀法之术，蛊惑人心，颠倒黑白，纵容弟子行凶作恶的妖邪。何为仙道？清净无为，何曾听闻有仙家会教唆弟子以杀正道，以恨求真？此等歪理邪说，与魔合意，私了毁我寺庙，杀我僧侣，乃是道统之争，正邪之辩。怕陆凡拜入邪魔门下，学一身魔功，犯下滔天杀业，罪证确凿。今日我等若不能在此将其形神俱灭，便是对三界正道的辜负。为什么？这猴子疯了吗？我句句在理，他为何要用这种眼神看我？他想杀了我？不，他真的会动手。小子，别动，也别出声。俺老孙问你几句话，你只需在心里想，俺便能听见。大圣有何吩咐？俺老孙问你，你拜师时，那老神仙可有与你说过他的法号啊？大圣，师尊有命，弟子不敢违背。有关师门的任何事，都不可向外人透露分毫。好小子，做得对，师傅的规矩不能破。不过俺老孙不是外人。大圣，您这是何意？实不相瞒，俺老孙也是师傅的弟子。我问你，师傅他老人家现在可还好啊？后山的桃子熟了没有啊？您是俺老孙？不，您是师兄。师兄，齐天大圣竟然是你！师尊他确实曾提起过，说在他收的众多弟子里，曾有过一位天赋绝伦、习性最高的师兄。弟子一直以为那只是师尊用来勉励我的传说。好，师傅他老人家还记得俺老孙便好。师兄，您当年走后，师尊他老人家其实时常念叨你。师傅他都念叨些什么呀？师尊他叹气的时候多，他常独自在洞口的松树下看您当年扫过的那片落叶，一看就是许久。师尊说，当年门下弟子3000，唯有师兄你是真正的璞玉，是天生的道种。他说教导你是他一生中最快意，也是最骄傲的时光。但是师尊在说完这些之后，却又长长的叹了口气。他说，师兄您虽是天纵奇才，可命数太过刚硬，刚极易折。他当年将您逐出师门，并非是嫌您闯祸，而是因为他算到了您的命数，有一场躲不过的滔天大劫。师尊说，那场劫他无力回天，只能眼睁睁看你去受那500年的苦楚，这成了他一生的心魔。所以他遣散了所有弟子。他说他怕了。直到弟子找到了方寸山，师尊说，我的命格与师兄您当年竟有几分相似。他说这是天意，是让他再选一次的机会。他不求我扬名立万，只求我此生能得一个平安。秦面，你刚刚说我师门其罪当诛。师弟，师兄，你做得很好，师父的苦心俺老孙都明白了。他老人家不想让你重走我的老路，俺老孙又何尝想让你再受俺老孙受过的苦。这斩仙台你上的，但这斩仙刀你挨不得。你放心，今日有俺老孙在此，天塌不下来。师弟，你听好了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可再让第三人知道。我与你的关系更是天大的秘密，你可明白？弟子明白。这猴子究竟发什么疯？为何突然收手了？阎王不必再管他从何处学来的魔功，
直接放出他此后是如何为祸苍生、屠戮我佛门弟子的铁证。今日定要让这魔头伏法于斩仙台上。是，菩萨。人仙，他已修成仙体，这才多少年，从一介凡人到人仙之境，这等资质，匪夷所思。想当年，在成都那片荒地，碰见一家三口，滥杀无辜，为一己私仇，在凡间掀起如此杀戮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此等行径与魔头何异？菩萨此言诧异，他杀的这当年害他家破人亡的凶手，何来无辜？有仇报仇，天经地义，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滥杀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他心中只有杀戮，早已坠入魔道。嘿嘿嘿，俺老孙看这小子的道明白得很，谁欠了他，他就去找谁要，清清楚楚，比某些嘴上说仁慈，背地里干阿杂勾当的要强上万倍。看下去，你们都看下去，看他最后是如何丧心病狂，将屠刀挥向我佛门清净地的。施主请留步，来我慈云寺是上香还是拜佛？我来杀人。施主慎言，此乃佛门清净之地，岂容胡言乱语？拦住他！住手！阿弥陀佛，不知施主因何故来我这方寸雨庙，动此嗔怒之念呢？把他交出来，我杀了你就走。施主说笑了，此乃我弟子会悟，早已斩断尘缘，不知与施主有何冤仇？他悟了什么？是悟了杀人放火之后，只要剃个光头就能心安理得吗？10年前，就是这个畜生，在城东荒野一箭射杀我父，追杀我母，此等血海深仇，你跟我说他斩断了尘缘？阿弥陀佛，过去皆为业障，会悟既入我佛门，便是决心忏悔。我佛慈悲，将就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又何必执着于过往呢？机会？我爹娘惨死的时候，谁给过他们活命的机会？你佛门的慈悲，就是包庇杀人凶手吗？你所谓的清净地，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贼窝吗？妖言惑众，冥顽不灵，众弟子听令，皆罗汉大阵，将此魔头拿下。找死！哪里走？是你这小杂种！我爹我娘在下面等你很久了。妖孽，你竟敢在佛前行凶！包庇凶徒，助纣为虐，这样的佛不拜也罢。爹娘，孩儿终于为你们报仇了。这陆凡为父母报仇，乃是人子孝道，天经地义啊。话虽如此，但他迁怒全寺，毁寺杀僧，更是触犯了天条。不行，今日若不能将此寮镇杀，我西方教颜面何存？诸位都看到了，诚然，
此云似法云，时人不明，此乃我佛门之疏漏。待此事了结，我西方教自会清理门户，严惩不贷。但是一码归一码，法云有错，罪不至死。寺中数百僧侣潜心礼佛，何其无故！陆凡此僚为一己私仇，屠戮我佛门弟子，将清净地化为焦土。他大仇得报之后，为何还要毁我佛像，焚我经阁？这已不是报仇，是泄愤。他恨的是我整个西方教。此等心性早已成魔，若不将其形神俱灭，日后三界岂不是人人皆可借口报仇，毁我道场？届时我佛门威严何在？三界秩序何存？小僧恳请玉帝降下法旨，将我头就地正法，永世不得超生，以正天罡，以安佛心。恳请玉帝降下法旨，以正天罡，以安佛心。菩萨息怒，老臣以为此事尚有商榷的余地。否，星君有何高见？陆凡此子毁寺杀僧，触犯天条，罪责难逃，此乃其一。然事出有因，其情可悯。他为父母报仇，乃孝道之体现，此乃其二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斩仙台执法，当以公道为先，不能因一方之怒便妄开杀戒。以老臣之见，不如斩其仙身，废其道果，念其孝心可嘉，留他一缕真灵，投入轮回，以消解今生罪业。如此，既成其罪，又留其生机，岂不两全？太白金星所言极是，我等附议。此法甚好。菩萨，太白星君所言亦有道理。弟子悟净也曾是罪孽深重之人，但我佛慈悲，亦不曾放弃弟子。陆凡施主虽杀业重，但他本性不坏，为何不能给他一个轮回转世重新来过的机会呢？一味赶尽杀绝，非我佛慈悲本意呀！杀悟净，你懂什么？此僚冥顽不灵，主动为恶，与你岂能相提并论？你不过一金身罗汉，竟敢在此妄议刑罚，还不退下？岂有此理！孙悟空、哪吒、太白金星，现在连一个杀悟净都敢来教我做事。今日若不立威，我净念还有何面目立于三界？够了，太白星君，你的两全之策，恕小僧不能苟同。此魔不除，我佛门万千弟子的心如何能安？今日小僧便亲自出手，清理门户，肃正佛威。我头受死！俺老孙倒要看看今天谁敢动手！打不过，根本打不过。但这脸不能丢，退则西方教威严扫地，进则我自身难保。有了！一道去西天报信，一道去灌江口。杨戬，你的老对手在这里发疯，你还不快来！斗战胜佛，你这是何意？此僚乃我佛门叛徒，小僧清理门户，乃分内之事。圣佛同为我佛门中人，为何要阻拦？大圣息怒啊！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呀！
净念菩萨也是一时情急，陆凡之事尚有转圜余地，万万不可动武，伤了天庭与西天的和气呀！大圣，三界自有法度，你若有异议，可上凌霄宝殿面呈玉帝，在此地动用神兵，已是触犯天规，还请三思。大圣，此事关乎我佛门清誉，若是今日放过这个屠戮僧侣的魔头，三界众生会如何看我佛门？日后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对我佛门弟子随意大杀？大圣，维护佛门尊严，您亦有责任。您今日护住此寮，看似行了侠义，实则是动摇我佛门根基。此等后果，您担当得起吗？小僧已禀明我佛如来，您真的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散仙，忤逆佛祖的法旨吗？佛祖？俺老孙被他压在五行山下500年，也没见他跟俺老孙讲过什么道理。如今俺老孙想保个人，倒要跟你们讲道理了。净念，你倒是跟俺老孙说说，这三界的道理到底是谁说了算？师父，弟子净念参见旃檀功德佛。悟净，起来吧。西行路已成，你亦正得金身，何须再行如此大礼？今日之事，辛苦你了。弟子不辛苦，见到师父，弟子便心安了。是非曲直，尚在两说。贫僧那猎徒顽劣，是贫僧管教不严，此事缘由，贫僧还需细细问过。功德佛大驾光临，您可算来了，再不来，这斩仙台怕是都要保不住喽。星君言重了，猎徒在天庭种地放肆，是贫僧的不是，改日定当备上薄礼，亲上凌霄宝殿，向玉帝陛下请罪。悟空，为师来时见南天门外怨气冲霄，还以为是哪路妖魔进犯天庭，却未曾想到在此处闹事的竟是我西边的斗战胜佛。悟空，你已成佛，为何心中还有如此大的嗔念？俺老孙不是在闹，俺是在救人呐。救人？为救一人而置众生于险地，这便是你身为斗战胜佛悟出的佛理吗？俺老孙就是看不过眼，所以你便要用你的道理来替天庭执法，替佛门清规。你这根棒子是要把这斩仙台连同天庭的法度、佛门的戒律一同打碎吗？净念菩萨，贫僧这徒儿顽劣，惊扰了菩萨，贫僧在此代他向你赔罪了。功德佛言重了，弟子不敢当。悟空之过，稍后再论。贫僧此来是为法，亦是为人情。此事的前因后果，贫僧已知晓大概。净念菩萨，贫僧只问一句：慈云寺包庇凶徒10年，以佛门清净地，为杀人魔头提供庇护，此事可是事实？不能认。认了，我之前的义正言辞岂不都成了笑话？功德佛所言，
确有其事。然此事须观其本，而非其表。我佛之门非审判之庭，乃是度法之舟。法云禅师所见，非是杀人凶徒，而是一个愿意放下屠刀，后手于我佛座前的一屠羔羊。我佛慈悲，回头是岸。法云之过，在于慈悲用事非人，而陆凡之罪，在于其魔性深植，拒不回头。手刃仇敌之后，迁怒于整座佛院，屠戮数百无辜僧侣。功德佛，难道法云禅师一时不察的善念之事，其罪竟重于陆凡此僚的滔天恶行吗？菩萨此言听之似有悲悯，实则是混淆善恶之根，颠倒因果之序。度化与包庇，一念之差，谬引千里。贫僧问你，何为度化？度化者，度其心，非度其身，是令其真心忏悔，弥补前愆。若那凶徒真心悔过，法云当将其送交官府，坦陈罪行，而后再以佛法导其向善，方为正道。可他做了什么？为其剃度，赐其法号，藏于寺中，享受香火。这不是度化，这是纵容，是让他用一袭袈裟将血腥的过往轻轻掩盖。菩萨只见凶徒屠刀放下，可曾见陆凡父母血泊中的冤魂安息？菩萨只见陆凡毁了寺院，可曾见那金碧辉煌的寺庙是建立在一个家破人亡的悲剧之上？菩萨口口声声数百僧侣无辜，贫僧再问你，当凶徒在寺中安享10年太平，他们可有一人为那枉死冤魂说过一句公道话？他们享受着凶徒带来的香火，庇护于沾满鲜血的屋檐之下，他们当真无辜吗？我佛慈悲，是为解众生之苦。若此慈悲须以另一人之冤屈为代价，那便不是慈悲，是偏袒，是伪善，是为佛法之垢，三界之度。启禀玉帝，此事因果已然分明。陆凡杀孽缠身，其罪当罚，然其孝心可悯，不应受形神俱灭之酷刑。贫僧恳请陛下天恩，斩其仙身，废其道果，留其真灵投入轮回，历百世之苦，以消罪业。慈云寺住持法云包庇凶徒，与凶徒同罪，当废其修为，打入九幽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至于慈云寺众僧，既享不义供奉，当尽数逐出佛门，轮回百世，体味人间疾苦，方知何为慈悲，如此方为公道。瞻谈功德佛所言，乃是池中之论，老臣附议，雷部众将附议。轮回？废去道行，打入轮回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那可是俺老孙的小师弟，是师傅他老人家唯一的传人，俺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重蹈俺当年的覆辙？这下糟了！俺之前求爷爷告奶奶，求的就是保他不死入轮回，如今师傅开口，结果一模一样。俺要是反对，岂不是当众打所有人的脸吗？更是打师傅的脸啊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猴子，多年不见，
你这猴性倒是越发癫狂了。完了完了！一个斗战胜佛，一个险胜真君，这俩死对头凑一块儿，战仙台今天非被拆了不可呀！来得好，来得好啊！俺老孙正愁找不到台阶下，你这3只眼就送上门来了。嘿，杨戬，我说你个看门小圣，不在你的灌江口待着，跑到俺老孙面前来狂吠什么？泼猴，嘴还是这么臭。本君听闻有妖豪在斩仙台撒野，特来执法。你若识相，速速束手就擒，否则休怪本君枪下无情，将你打回原形。哼！好一个打回原形！当年没分出胜负，7日正好。哼，要打便打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看打！终于又能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了。好，说得好，但是就凭你，当年你我斗了300回合不分胜负，若不是太上老君突袭，谁擒谁还说不定呢。今日正好，你我再来分个高下，也让这满天神佛看看，到底是你这3眼怪厉害，还是俺老孙的棒子更硬。师兄冷静，师父还在这儿呢。来得好！痛快，痛快！颇好，你就只有这点蛮力了吗？星君，不能再让他们打下去了，再打下去，这南天门都要被他们拆了。天王说的轻巧，谁敢去劝？谁又能劝得住？要不天王您去？学宫，弼马温，看我如何撕了你！来得好，小的们，让老孙出来！杀！可恶的泼猴！杨戬，你这3只眼倒是比以前厉害了些。法天象地！给俺老孙破！哦，什么？孙悟空，你以为只有你会法天象地吗？3只眼，你这刀法还是跟娘们绣花一样，软绵绵的。泼猴，修成口舌之力，看我今日不把你这身猴皮剥下来，做成战袍！够了！怎么，3眼怪不打了？是你舅舅不让你打了？
悟空，知道了，师傅。真啰嗦。臣等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佛门弟子参见大天尊。这才是三界之主应有的威仪。无论你们神通多广大，背景多深厚，在这凌霄殿前都得听朕的。都平身吧。净念菩萨，弟子在。刚才的决议，朕看有些草率。草率了，事情还有转机。陆凡一案牵扯甚广，奇谈功德佛之言虽有公理，却也需兼顾佛门情面。朕以为此事不宜仓促定论，不如由大家一同重新商议，明辨是非，再做定夺，如此方显公允。净念菩萨，你意下如何？陛下圣明，此等处置公允之至，弟子佛门上下无不拜服，全凭陛下做主。孙悟空，你可有异议？俺老孙没意见，全听玉帝老儿，全听陛下安排。既如此，大家就在议吧。诸位，陛下已有旨意，此事需重新商议，不知各位仙家佛爷有何高见呢？有什么好议的？慈云寺僧众藏污纳垢，同犯论处。陆凡滥杀无辜，罪无可赦。废弃道行，投入畜生道僧事，已熟其商议。此事到此为止。有了，既然这一事辩不过，那便跳过这一事的框架。真君所言是天条之威，瞻谈功德佛所言是因果之理，弟子心服。然我佛观人非观其一时，而是观其三世。陆凡此生所为罪孽深重，但贫僧心中有疑惑，此人究竟是本性纯良，因遭大变才走上极端，还是其本性之中本就藏着弑杀之根？贫僧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天庭有至宝三生镜，可照见生灵过去轮回，可否请陛下恩准，借用此镜，以照陆凡之过往？糟了，这是个阳谋，俺老孙不能反对。若三生镜照出，他生生世世皆为良善之辈，我净念愿回灵山，在佛前领罪。但若是此镜照出，他过往轮回之中本就是个大奸大恶之徒，那么今生之事便是其恶性之必然。再送他入轮回，不过是让他换个身份，继续为祸人间罢了。以贫僧之见，若真是如此，便不必再费周章，理当将其魂魄打散，彻底湮灭于天地之间，以绝后患。这个看似迂腐的仆子，倒不是缺无心机。贫僧没有异议，本君也没有异议。怎么办啊？俺老孙对这小子根本不熟，只知他是师父亲传的关门弟子，就凭这一点，俺必须保他。可万一他前几世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行，不能答应。可是俺老孙能拒绝吗？哼，猴头，我看你如何应对。大圣不可！喂，小子，那秃驴要查你前世，你是人仙，当能明目前尘往事，给俺老孙一句准话，到底有没有问题？你若真是个好人，俺老孙今天就是把这天捅破，也保你周全。你若真有问题，现在说了，俺老孙也好想别的辙呀。师兄放心，
是啊，师傅他老人家的眼光怎么会错呢？能被他收入门墙的，又怎会是奸恶之辈？俺真是急昏了头了。爹，这猴子又发什么疯？查，就依你说的，给俺老孙查！启禀陛下，斗战胜佛亦无异议，恳请陛下恩准，动用三生镜以昭公允。准。机会来了，陆凡，你死定了！三生镜前，弟子敬念，有一事所求。若一事查看陆凡轮回，不知要耗费多少光阴，想必诸位同道也无此闲暇。为节约时日，也为直指本心，弟子恳请三生镜不必追溯其完整轮回，只需精准查验其生生世世所有轮回之中，是否有过对上天神佛心生不敬、口出怨言之举；查其生生世世所有轮回之中，是否有过触犯天条、违逆仙法之行。构陷，这是赤裸裸的构陷！好一个歹毒的阳谋！生灵轮回，谁能保证从未对天道有过怨言？这根本是要将陆凡往死路上逼呀！星爷，你以为这是绝杀的陷阱，却不知你亲手递给了我一把能捅破天的钥匙，就是它了。陛下已准，太白金星还等什么？开始吧！奉玉皇大天尊旨意，起三生镜，查验陆凡之轮回根性，明辨其善恶之源，查其生生世世可有过对上天神佛无敬之举，可有过触犯天条仙法之行。这是谁啊？三生镜出错了？不可能，此乃先天灵宝，洞察三世，从无差错。这是陆凡的哪一世？为何从未见过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凡的轮回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迂腐的善人？哼，我就不信找不出半点错处。谁啊？谁呀？呵呵呵，天助我也！私藏妖物，触犯天条，陆凡，我看你这次怎么翻身！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我等奉法旨追捕一条蛇妖，近日可曾见过？不曾见过什么妖蛇。施主可要想清楚，包庇妖孽最同此妖。我确实未曾见过。哼，愚昧，可笑至极！诸位都看到了，为一妖物对佛门撒谎，此乃一罪。明知是妖，心生包庇，此乃二罪。善恶不分，此人根性已是邪魔外道。这镜面未免也太急切了，事情尚未明了，就着急给人定罪，失了佛门大能的气度。施主好自为之。公子莫怕，小女子便是你救下的白蛇。小女子白瑶，谢过公子救命之恩。你，爹，这莫不是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？镜中之人并非我夫君许仙，那蛇妖
也并非是我。哼，人妖殊途，事情更是天理不容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演出什么花样。这婴儿竟是陆凡的前世。原来如此，这书生与蛇妖竟是陆凡前世的父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相大白，证据确凿。诸位请看，此寮根性昭然若揭，人妖相恋，诞下孽障。他生来便带有妖气，根子里就是污秽。此等根性，今生犯下杀业，乃是必然。请陛下下旨，请司法天神行刑，将此人妖孽障彻底诛灭，以正天罡。菩萨此言或有不妥。婴儿尚是一张白纸，单凭出身便定其死罪，是否过于武断？不错，书生非己所能选。若因父母之过便株连其子，天庭法度何时变得如此不讲道理了？菩萨此言差矣。佛门中，观音大师的金毛猴，普贤大师的白象，哪一个不是大妖出身？他们能侍奉佛祖，可见出身并非原罪。怎么到了陆凡身上，就成了必死之罪？好，既然出身不是问题，那便继续看。贫僧倒要看看一个妖物养大的孩子能教出什么好东西来。妖孽10年了，今日看你还往哪里逃！大师，我虽是妖，却从未害过一人，求大师开恩呐！人妖殊途，便是天理。此妖乱了纲常，当诛。你这凡人执迷不悟，亦当受罚。不要！娘！相公，照顾好陆凡。陆凡，听爹的话，好好活下去。不！为祸人间的妖孽，一站于此山之下，囚禁100年，日夜受天火焚心之苦，以恕其罪。又是这种人妖殊途的悲剧，看了几万年都快腻了。可不是嘛，倒是他上一世为了给那猴子送口吃的，被山贼劫杀，这事儿还有点新意。诸位，真相已然大白，看到了吗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，仇恨的种子便在他心中种下。他恨佛门，恨天道不公，这股恨意跟随着他的轮回，生生世世从未消散，根性已坏，无可救药。放你屁！镜子里还没演完呢，你怎么就知道他后来干了什么？说不定人家后来发愤图强，学士林，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去了。你这秃驴，嘴巴比那茅坑里的石头还臭！你这泼猴！母亲是神女，爱上凡人，触犯天条，被镇压在高山之下。儿子为了救母，踏上寻道之路。这怎么听起来如此的熟悉？你陈言未了，杀心太重，非我道门中人。你身上沾染妖气，根骨不纯，难成大道。回去吧。这陆凡倒也是个痴人，怎么每一世都是这般光景？可不是嘛，生生世世都是为了给爹娘报仇跑去求仙，这执念简直是刻进骨子里了。先天灵宝，这小子的运气也太逆天了吧！求仙无门，随便闯个废墟就捡到一件先天灵宝。手持凶器，杀气腾腾，这是要回去西山救母。
不对呀，净念菩萨查的是陆凡对上天神佛不敬与触犯天条仙法之罪，可劈山救母乃是人伦孝行。当年真君之事虽有违天言，最终也因孝心感天，此举如何算得上是罪过？诸位仙家，稍安勿躁，继续看下去便知分晓。妖孽，你还敢回来？10年不见，你非但不知悔改，反而堕入魔道，手持凶器，是想来此行凶吗？我只问一遍，放还是不放？放肆！此山乃我佛门大法力所化，镇压妖邪，匡扶天道。你这孽障，竟敢口出狂言！今日我等便要替天行道，将你与你那妖母一同打入九幽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天道，你们的道也配称天？给我破！今日我便用你们的血来祭我母亲的自由！孽障，竟敢负隅顽抗！今日便让你见识真正的佛法无边！大威天龙，世尊地藏，般若诸佛，般若八马空！杀！朕！妖孽之子，终究是妖孽。佛法之下，岂容你放肆？铁证如山，铁证如山啊！诸位都看到了，此了心性残暴，为救妖母，不惜屠戮佛门众僧，此等大罪，罄竹难书。人家亲妈都被压在山下了，救亲妈你还挡着，不杀你杀谁？但这话说出来，可就得罪佛门了。可惜了，就差一点。哎，后面还有。话说当年，玉帝亲妹云华仙子私凡下界，爱上凡人，玉帝震怒，便将这云华仙子压在了桃山之下。后来便是那杨二郎天生神力，拜师学艺，最后手持神斧，力劈桃山，救出了自己的母亲。要我说，这事儿都怪那云华仙子自己，好好的神仙不做，非要跑到凡间来，这不是有病吗？啊，就是啊，放着长生不老不过，去跟一个穷书生过苦日子，图啥呀？脑子被门夹了不成？说到底还是个女人，头发长见识短，她自己痛快了啊！结果呢，自己被压山底下，还连累儿女受苦，这叫什么？自私糊涂！要命了！这陆凡怎么专挑天庭的禁忌庭啊？这群凡人也是真敢说。所以说呀，这神仙的故事听听就得了，哪有这么蠢的神仙？一帮阿子蠢猪，也就只会在背后用污言秽语议论别人。小子，你谁呀？我们说话关你屁事！我不是神，我只是觉得一群连脊梁骨都直不起来的奴才，在揣测凤凰为何要飞出金丝笼，有些可笑。你说什么？你骂谁是奴才？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一群跪久了，就以为所有站着的人都有罪的蠢。他贵为神，全愿舍弃一切，投身红尘，只为一份真心，这叫勇敢。我就愚蠢，他与凡人相恋，生儿育，纵使触犯天条，与你们这群嚼舌根的蝼蚁何干？这叫自由，我就放荡。你们贪婪，所以无法理解有人能放弃财富；你们懦弱，所以无法理解有人敢反抗。
权威，你们生来就是奴才的命，骨子里刻满了卑躬屈膝，所以看到任何试图挣扎枷锁的人都会觉得刺眼，觉得冒犯。你们不是在议论神仙，你们只是嫉妒他有你们没有的勇气，嫉妒他敢追求你们不敢想的自由。你们也对谈论他？放屁！一个女人为了自己快活，连累家人，就是自私自利。你个穷要饭的，也敢来教训老子！我今天就要打断你的狗腿！什么事来了？他拼了！故事很好，只是说错了。他不是糊涂，也不是自私，他只是比你们所有人都勇敢。看到了吗？诸位都看到了吗？本性难移，嗜杀成性。为了几句口角之争，便在闹市痛下杀手。此等魔头，不诛何为？恳请陛下圣裁。此寮根性已坏，无可救药，理应立即行刑，魂飞魄散，以正颠倒。怎么回事？我说错了吗？滥杀无辜难道不是罪吗？嗜杀成性难道不该诛吗？杨戬，他妹妹云华仙子当年也是坏了。我刚才当着杨戬的面痛斥一个为救母而反抗的人，我不是白痴是什么？真君，贫僧绝无他意，贫僧只是愤慨此寮滥杀无辜，视人命如草芥，绝非是对云华仙子有任何不敬。贫僧是想说，陆凡此举与真君您当年处理沉香之事的风范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真君您那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，深明大义。想当年，令生沉香为救母大闹天宫，您为维护天条尊严，毅然决然，不惜背负骂名也要阻止。此等胸襟，此等气度，实乃我辈楷模。那陆凡不过一介莽夫，与真君您相比，简直是萤火之于皓月，不值一提。不错不错，净面菩萨所言极是，真君当年确实是用心良苦啊。是啊，真君此举维护了天规颜面，功不可没。糟了，嘿嘿，我说杨戬，有话好说啊，别跟个小辈一般见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他们不懂，也笑菩萨不懂。他们不懂真君，菩萨更不懂。他们以为您当年出手阻止令生是为了维护天条，可若天条真有用，您的母亲又怎会被压在桃身之下？世人皆说你铁面无情，阻拦外甥，视为不孝不义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您才是那个用心最苦、背负最多的人。沉香的斧子是您逼他磨砺的，他的法力是您在一次次的追杀中逼他增长的。您以自身为磨刀石，以骂名为鞭策，将一个凡人少年硬生生逼成了一个敢于对抗天庭的战神。您不是在阻拦他，您是在成就他，这其中的深意与苦楚，他们不懂，所以我笑他们。三只眼，俺老孙就说你这家伙心里弯弯绕绕最多了。妖孽，还敢回来！执迷不悟，害人害己。对，就是这个结局，用一个已经逝去的悲剧换取当下的生机，这笔买卖划算。不过此事虽有罪业，但究其根源，乃是救母心切，情有可原。仅凭一世经历，便断其根性，未免偏颇。以贫僧之见，不若再查验他其他前世，综合评判，方为公允。菩萨所言极是，天庭向来以德服人，不可草率定罪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
对，从长计议，从长计议。喂，三只眼，看这小子挺顺眼，想个法子救下他。众仙已同意把他真灵送入轮回，以示法外开恩。你是猴子，你想让他免罪？不可能！他屠戮佛门僧众，血震如山，天归人命，岂是儿戏？今日他必然要死。至于怎么死，是神魂俱灭，还是保留真灵投入畜生道，这才是可以讨论的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。三生境明察秋毫，还请再为我等显现。此人轮回之中，可还有对上天神佛不敬与触犯天条仙法之举？这不可能！金童是当年侍奉陛下的金童转世。金童转世与云华仙子相恋，诞下杨戬兄妹，那这书生就是杨天佑。陆凡是杨戬他爹的转世。神他爹。哎，喂，两偶人，这谁呀？长得跟三只眼有点像。他兄弟？猴子，小声点，那不是他兄弟。哦，那是谁呀？那是金童转世，名叫杨天佑，是他父亲。他爹呀？没错，当年云华仙子，也就是真君的母亲，便是与这位杨书生私下凡间结为夫妻，才有了后来的桃山之恶。乖，这下可玩大了。传地府秦广王，真君这事要查根源。小王参见显圣真君，不知真君召唤有何法旨？查此人3世轮回，追本溯源，再查我父杨天佑转世之后所有轮回名录。遵真君法旨。启禀真君，已查明，陆凡之真灵源自上古一缕浩然正气，历经千百次轮回，皆为凡人。其轮回谱系清晰，与金童转世之魂并无任何交集。杨天佑公自当年元神消散之后，其真灵便已回归天道，并未再入轮回。太好了，不是他爹。保住一条命，我竟然真的保住了一条命。原来如此，和之前那一世的情况是一样的。三生境所显现的，并非他本人，而是与他那一世的经历有着莫大关联的人或事。对，如此，想必是他与杨天佑公有所牵线。继续。三只眼，既然这小子的前世跟你爹扯上了关系，那你以前是不是见过他呀？问你话呢，是不是见过？没见过。老孙不信。父亲身边除了母亲，再无与修行界有瓜葛之人。我的记忆中绝没有陆凡这张脸。可是为何当三生境追溯那段往事时，再看此人，竟会觉得有些眼熟，并非容貌，而是一种被遗忘的感觉。是错觉，还是我的记忆真的遗忘了什么？你这箫吹的倒是不错，就是曲子太冷清了些，是有什么烦心事？
喂，问你话呢，你为什么吹这么伤感的曲子？春天这么美，你应该吹些高兴的曲子才对。学生杨天佑，见过姑娘，方才失礼，还望恕罪。我叫瑶姬，你这箫不错，能借我看看吗？仙女，她一定是天上的仙女。看长公主谈情说爱，被陛下知道，我们都得完蛋。陛下他莫非也想知道凡间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让他的妹妹和外甥女都奋不顾身？天上的月亮虽又大又圆，却总是清冷得很，远不如人间的月色，有人间烟火气陪着来的温暖。小姬，你很不喜欢天上？是啊，天上太冷清了，时间好像是静止的，10000年和1天没什么分别。神仙们守着规矩，守着威严，连笑一声都要思量再三，太没意思了。瑶姬，你究竟是谁？你猜了这么久，心里应该有答案了吧？我若说我是天上的仙女，你信吗？我信。从见你的第一面起，我便知你不是凡尘中人，只是我不敢相信此等仙缘会降临在我一介凡夫俗子身上。我的确是神仙，当年人间洪水滔天，我奉天命下凡，助大禹治水。我亲眼看着凡人为了生存与天灾抗争，他们是那么的渺小，却又是那么的伟大。他们的身体里蕴藏着神仙也无法比拟的坚韧与勇气。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，却活得比我们这些长生不死的神仙要热烈10000倍。所以我又下来了，我不想再做那个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神仙，我想真真切切的走在这片土地上，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活一次。然后我遇见了你，可是天规无情，若是被发现，我会被押回天庭，囚于永世的黑暗，而你亦会遭受天谴，魂飞魄散。可是天佑，若能与你相守，哪怕只有短短一世，于我而言也胜过在天庭枯坐万万年。你可愿娶我？我愿意。杨天佑此生能待仙子垂青，死而无憾。纵有天谴，我与你共担。一个不凡的女子，一个凡人书生相爱成亲，生下孩儿，这剧情这不就是……快跑！再看下去，真就会杀了我们的。妖姬仙子私配凡人的故事，3界皆知，结局是一场血淋淋的悲剧啊！娘。来了，终究是来了。云华仙子瑶姬，如私下凡间，与凡人通婚，诞下孽种，触犯天条。玉帝有旨，命我等将你擒回天庭，镇于桃山之下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虽在我一人，与我夫君孩儿无关，求天剑开恩，放过他们。天条面前，岂有私情？此凡人乱天伦之常，当诛。此3子人神混血，为天道不容，亦当抹杀。瑶姬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敢杀我妻儿？蝼蚁！天佑！爹，你醒醒！我跟你们拼了！不知死活！青儿！齐阵！
仙儿、婵儿带着妹妹活下去，去西岳华山找一个叫赤精子的仙长，快走！娘！哼，睡觉。真君，往事已矣，还请节哀。云华仙子护子之心感天动地，他若有知，也当欣慰了。是啊，真君，天规无情，神将只是奉命行事。真君如今威震三界，护佑苍生，亦是告慰令尊的最好方式。真君神威盖世，早已超越前尘。令尊若知今日，定会为您感到骄傲。恭迎陛下！二郎，你还在恨我？陛下是三界之主，言出法随。我一个臣子，岂敢心存怨恨？在我面前不必如此。瑶姬再怎么说也是我的妹妹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你亲手下令将她镇压。我别无选择。在我是他兄长之前，我首先是天规的守护者。神人通婚，乱的是天地纲常。若我因私情而忘法，天庭威严何在？三界秩序何存？他选择了温情，选择了爱，选择了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这有何错？错在他是神，神享受万世寿命，拥有无上力量，便要承担相应的责任，便是要舍弃凡人的七情六欲，这是天道，不可违背。二郎啊，你经历过沉香之事，难道还不能理解我分毫吗？我理解你的位置，但我永远无法原谅你的选择。好了，你都把你母亲救出来这么久了，何必还为旧事闹情绪？朕以为你会像外面那只泼猴一样，在此大动干戈。放心吧，我不至于，只是又想起了往事，心里有些烦闷罢了。此件事了，去看看你母亲，也看看你妹妹。等等，咱们不是在审陆凡吗？镜子里谁是陆凡？纪念，本君问，镜中往事与此人何干？是啊，跟这个凡人有什么关系？咱们看了半天真君家里的秘辛，可这事儿跟那个小小的人仙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咱们不是在审他吗？镜子里谁是他呀？这三生镜所显，必是此人前世。可是，难道是杨天佑？不对，千卦王查过，元神归于天道，并未转世。那是云华仙子。开什么玩笑啊！仙子如今正在天庭静养呢。难道是那个化为飞灰的长子杨骄？不会吧？这怎么可能啊？陆凡是杨戬的亲哥哥。是的，竟然是真的，竟然是真的！大哥，好重！重才好。父亲说，男儿立誓，手中总要握点什么，才能保护想保护的人。那大哥要保护谁？保护父亲，保护母亲，保护你，保护小婵。大哥不怕吗？不怕，有大哥在，天塌下来也先砸在我身上，你们什么都不用怕。永远吗？永远，我会永远走在你们前面，挡住所有的风雨。难怪我刚才会觉得眼熟。这股子宁折不弯的志，这股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，这股子为了至亲甘愿向神明挥刀的血性，和当年那个冲向金甲神将的哥哥一模一样。兄长，真君息怒，此事有误会，有天大的误会呀！您听贫僧一言，轮回之道最是磨人，每一次转世，三魂七魄都会有所损耗，再重塑，再轮回。如今这个陆
凡。虽说其真灵源头与令兄有关，但历经这无尽岁月的洗刷，他早已不是当年的杨娇。他们已经算是两个人了，毫无干系，毫无干系呀！不对，我说错话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真君，请真君明鉴，无论此人前世是谁，此世的他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囚。此了心性残忍，屠戮我佛门护法僧众，血流成河，罪证确凿。他藐视天威，对抗仙神，更是对我佛门圣地怀有滔天恶意。此等行径已是堕入魔道。诸位仙家，天规在上，今日我佛门如此多弟子惨死他手，若不能明正典刑，我佛门颜面何存？灵山亿万信徒又将如何看待天庭法度？真君，您是三界司法天神，向来以铁面无私、执法如山而著称。今日之事，关乎天规威严，关乎佛道情义，更关乎三界秩序。还请真君摒弃私情，以大局为重，以天规为准，切莫因一己之私而废天下之公啊！说完了，说得很好，天规威严，佛道情义，三界秩序，天下之公。在你可知，在本君这里，何为天下之公？菩萨！疯了，他疯了！我为什么要来趟这趟浑水？现在好了，得罪了孙悟空，驳了唐三藏的面子，现在又把这个煞神逼到了对立面。等等，陆凡是杨娇转世，杨娇是杨戬的兄长，杨戬是玉帝的外甥，那杨娇不也是玉帝的外甥吗？真君且慢，此事还有商量的余地。贫僧代表佛门，愿意退一步。今日之事不再追究他魂飞魄散之罪，只需将他在斩仙台上明正典刑，斩其肉身，送其真灵入轮回便可。如此也算对得起我佛门惨死的弟子，也全了真君的私情，如何？本君说过，今天谁也动不了他。杨戬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菩萨小心！好胆，请念，你这是要与本君为敌吗？阿弥陀佛，真君息怒，请念师弟只是一时情急，并未有意冒犯，只是此了罪大恶极。若真君执意要保，我佛门也绝不会坐视不理。打得好，三只眼，你这家伙总算干了件让俺老孙看得顺眼的事儿。你们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算俺老孙一个！今日谁敢动这小子一根汗毛，先问问俺老孙的棒子答不答应？二哥威武，我也想上啊！吃俺老孙一棒！铁金刚伏魔阵。拦住他，不能让他带走罪囚，佛门颜面在此一举。来得好！不，阿弥陀佛，今日说不得要得罪真君了。成了！任你神通再大，落入万佛袈裟之中，也要被这五尽梵音磨灭心智，最终皈依我佛。敢在俺老孙面前玩这种障眼法，就会使这些阴损招数看打。
我的万佛袈裟！我不管你这猴头是何居心，但你出手是为了陆凡，冲着这一点，算我杨戬承你一份情。陆凡这小子有胆气，有骨气，很对俺老孙的胃口。俺老孙瞧得上他，想帮他一把，就这么简单，跟你这3只眼可没什么关系。我清楚的知晓，他只是兄长杨教的一点真理投入轮回。可当我看到他那份宁折不弯、为至亲复仇、不惜对抗满天神佛的决绝时，我看到的便是兄长留存于这世间最后的一点执念。当年我未能挡在兄长身前，今日我要为当年的因果做出我的选择。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诸位仙家，此乃天庭重地，杨戬他目无天规，公然劫囚，尔等同为天庭之臣，岂能坐视不理？快助我拦下这狂徒！哎呀，李天王，你看今日的云，当真是千变万化，气象万千呐，是极是极。你看那一片，多像王母娘娘瑶池里的锦鲤，可不敢多看，不敢多看。功德佛！功德佛救我！此了猖狂，欲要断我佛门根基，您怎能坐视不管？唉，悟空，为师知你心性，也知此事实乃净念贪心不足，步步紧逼所致。机会给过他了，他不中用啊！完了！刚擒住了几个妖，又降住了几个魔，魑魅魍魉怎么他就这么多？杀你个魂也丢来魄也落！小师弟，大圣，以后莫叫大圣，喊师兄即可。今天这场面闹得太大了，有杨戬那3眼怪帮忙，俺老孙倒是也不怕他们，可要想当着玉帝老儿的面硬把你劫走，还是有些麻烦。那我们听好了，小师弟，等会儿俺老孙会和杨戬再闹得凶一些，把这斩仙台彻底打烂。到那时，天庭必定大乱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被我们吸引，那就是你的机会。小师弟，以后莫叫大圣，喊师兄即可。今天这场面闹得太大了，要当着玉帝老儿的面硬把你劫走，有些麻烦。那我们听好了，小师弟，等会儿俺老孙和杨戬会把这斩仙台彻底打烂，天庭大乱之时，就是你的机会。俺这根毫毛会解开神锁，化作你的血，替你撑上一时半刻。你则要趁乱从斩仙台的北面跳下去。北面？那是能撕裂神魂的9天罡风。别怕嘛，俺老孙用神通护住你。下去之后，一路向西，去往北距泸州地界。到了那儿，佛门的力量会有所顾忌。记住，隐姓埋名，潜心修行。等风头过去，师兄再为你了结了这段因果。师兄，大恩不言谢。一家人说这些就见外了。准备好，瞧俺老孙的！再吃俺老孙一棒！好。三太子刘悟。这张脸，这盏灯，是他封神之时赐予父亲玲珑宝塔，给我套上枷锁的那个人。燃灯佛祖，他为什么会来这里？陆凡的事已经惊动到这个级别的大人物了吗？三太子，贫僧有一事相求。佛祖请讲。斗战胜佛与清源真君杀性已起，戾气冲天，若再放任下去，恐会动摇天庭根基，还请三太子出手拦下他们2人。我？佛祖，您让我去拦住他们2个？开什么玩笑！天庭谁不知道，我们仨是同气连枝的刺头，我还是里头最弱的那个，这俩都打疯了，我上去不是送死吗？佛祖，您太看得起我了，他们俩现在火气正盛，我上去还不是一招都得被打回来。无妨，贫僧自会助你。这是强买强卖啊！悟空，二哥，住手！哪吒，你做什么？莫非你也想替这群秃驴出头？你让开！
不是我也不想啊，是后面那个老家伙逼我的，给个台阶，我跟你们一起打啊！拜见燃灯古佛，拜见燃灯古佛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闹够了吗？老佛祖，您不在灵山享清福，跑到这斩仙台来，是想做什么？悟空，你已成佛，心性却还如当年一般顽劣，嗔念不消，戾气不除，与你修行无异呀。俺老孙的修行不劳佛祖费心，俺只知道陆凡这小子为父母报仇，天经地义。俺欠他家香火情分，他被人欺负，俺要是不管，那才是有违本心呢。燃灯佛祖，此非灵山，亦非佛土，我杨戬只为清算私怨，了结因果。佛祖不在西方净土念经，却来插手我玄门之事，管得未免太宽了些。等等，佛祖若要动手，俺老孙的棒子可不认得什么佛祖菩萨。悟空，你且看这灯中之火。老佛祖，这景象俺早就看过了，是那庙里和尚包庇凶手在先，他出手在后，合情合理。悟空，你着相了，你看的是慈子杀我佛门弟子，是果；贫僧让你看的是慈子心中不灭的魔念，是因。此因不除，他日之果将远不止眼前景象。他的恨不会因仇人伏诛而消散。今日你二人护他，这般恨意便会记在佛门头上。他日他神通大成，这三界之中，但凡与佛法沾亲带故者，都将是他的剑下亡魂。到那时，尸山血海，佛国倾覆，这滔天业力，你二人担得起吗？阿弥陀佛，贫僧今日来此，非为私怨，只为三界除此魔缘。你们若执意要保他，那便是与整个佛门为敌，与天庭规矩为敌。此后果，你们可想清楚了？这老和尚好一张利嘴，把私仇说成公义，把预言当作罪证。这下麻烦了。燃灯此举是要将我们二人置于三界公理的对立面，这个局毒了。他笑什么？死到临头了，疯了不成？佛祖说得好，说我心中有魔念，有戾气，将来必成三界大祸。可佛祖，您有没有想过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开始的？我父母被杀，慈云寺包庇凶手，我上门只求公道，他们不给，反要害我。我为报血仇，灭了慈云寺满门。此事我认，因果本该了结。可打了小的，就来了老的。先是几个和尚说我是魔，要报仇，我杀了他们。接着又来了得道高僧，说我罪孽滔天，要镇压我，我同样也杀了他们。再后来，金身罗汉、净念菩萨口口声声皆是要为同门讨公道。我陆凡不懂什么佛法真义，就是一个理，谁要打我，我就打谁；谁要杀我，我就先杀他。你们说我屠戮僧人，没错，可哪一次是我主动招惹？是你们佛门不依不饶，一路追杀；是你们联合天庭将我捆在这斩仙台上，非要将我挫毁颜会。如今您这位过去佛祖亲自下场，却说我仇视佛门，是魔头祸源，这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。从来都不是我陆凡要与佛门为敌，而是你佛门从上到下都视我为死敌。像，太像了。难怪
难怪齐天大圣和二郎真君会为他出头，他们骨子里就是一样的人。好一张利口！也罢，既然因果纠缠，难分对错，那贫僧今日便给你们一个了结此事的机缘。景念，你上前来。佛祖。景念，你心生嗔念，行事偏狭，致使佛门蒙羞，此为一过。你见识不明，将小怨激化为大仇，险些挑起佛道纷争，此为二过。身为菩萨，却无慈悲之心，傲慢蒙蔽佛心，此为三过。贫僧言尽于此，你自行去往大雷音寺，到世尊座前领受法旨吧。弟子知罪。哼！好个自行领罚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谁知道去了灵山，是罚是赏，说不定还是桩护教有功的大功劳呢。此事因你而起，也当因你而终。你屠戮我佛门僧众，本该神魂俱灭，然我佛慈悲，冤冤相报，徒增业力。贫僧看你本性未泯，尚有可度之机，贫僧可以给你一条生路。佛祖慈悲呀！这小子杀了那么多人，竟然还有活路，天大的机缘，还不快叩谢佛恩！你若愿意，便随贫僧去往西天灵山，皈依我佛，在八宝功德池中洗去一身罪孽，于大雷音寺听诵真经3000年，化解心中戾气。3000年后，是去是留，皆由你定。皈依？佛祖说的好听，是洗去罪孽，还是洗去我的记忆？是化解戾气，还是磨灭我的意志？我若真去了灵山，听了3000年经，出来的那个还会是我陆凡吗？还是一个只会念诵阿弥陀佛，连自己父母是谁都忘得一干二净的行尸走肉？我的仇恨是我爹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了，没了他，我与死了何异？你给的生路我不需要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想让我当一个忘了仇、忘了本的懦夫，你还是杀了我比较干脆。痴儿啊！悟空，老和尚，叫俺老孙作甚？旁人不知你为何要保他，贫僧却知道。世人只知你乃仙石所生，却不知孕育你之仙石根源在何处。贫僧见你二人气机相连，道运同根，这份牵绊源自同一处。你护着他，并非全因他性情对你胃口，而是因为你二人本是同门。沙师弟，你听见没？我佛说那小子是猴哥的同门，咱师傅啥时候又收徒弟了？二师兄，此事蹊跷，大师兄的本事并非师门所授，若说同门，那也该是500年前的同门。对呀，是传他那72变和筋斗云的师傅。嘿，猴哥的嘴是严实的很，今天莫非要被这老和尚给揭了底？老和尚，你莫不是念经念糊涂了？俺的本事是天生地长的，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悟空，在贫僧面前，言语的遮掩并无用处。贫僧曾见犀牛贺州之地有一灵台方寸山，山中有斜月3星洞，洞中有一位大觉金仙，不生不灭，与天同寿。他广开法门，三教圆融。你曾拜那仙人为师，得名悟空，我说的对吗？灵台方寸山，斜月3星洞，这是何处仙家福地？为何从未听闻？
三界之中有这等名号的仙山吗？等等，这个名字我想起来了，是那面水镜，念镜菩萨先前用的夜报水镜。没错，水镜中显现出的那座山门，不正是叫这个名字吗？我勒个乖乖，沙师弟，你听见没？好你个弼马温，藏得够深的。这么说，那小子和猴哥真的是师兄弟？天哪！陆凡的师傅和孙猴子的师傅真的是同一个人，难怪孙悟空要拼死保他。显密圆通真妙诀，悉修性命。无他说，悟空，这便是你的我相未破。你越是想要遮掩，那因果的脉络便在你身上显现得越是清晰。贫僧问你，你当年不远万里寻仙访道，为何偏偏是犀牛贺州？你师父为你取名悟空，好一个悟空！悟者觉也，空者虚妄也。难道不是让你看破世间虚妄，觉悟自我本真吗？给你取下此名的大仙，其用心之深，其根脚源流，与我佛门有大渊源。不可能，孙悟空所用的明明是道家玄功，那72变之术怎会是佛门神通？他所传授的名为长生之妙道，其核心却是明心见性的禅机。你大闹天宫为因，被压五行山为果，护送金蝉子西行为心因，最终功德圆满，成就斗战胜佛之位，为最终的果。悟空，你可曾想过，这一切是一个完美的因果闭环？你从佛门而出，最终又归于佛门。老佛祖，你所说的可都是真的？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在贫僧眼中，过去种种皆如掌上观文。悟空，你之渊源皆与我佛有缘，此乃天定之术啊！陆凡，既然你与悟空师出同门，那你也算是我佛门弟子。随贫僧去灵山，洗去凡尘，明悟本心，这并非惩戒，而是点化，是你命中注定的归宿。佛祖是觉得我陆凡是个傻子吗？想拿这种话诓骗我？我家师父传法讲的是三教合一，万法归宗，儒家的正心诚意，道家的性命双修，佛家的明心见性，皆有涉猎。怎么到了你这里，三言两语就给我师父定了性，成了你佛门的旁支了？师兄，你别信这老和尚的鬼话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当初在邪月三星洞，师父他老人家可曾要求过你日后要侍奉佛门，还是要效忠道门？师父传了你三灾变化的法门，是要我们走出自己的道，活得一个大自在、大逍遥，而不是为了成为谁家的走狗。只说不许提他的名号，可曾说过让你去西天？好你个老和尚，差点就让你把俺老孙给绕进去了。俺师父的本事通天彻地，三教的妙法信手拈来，那是他老人家的境界高。你倒好，见着里面有几分像你佛门的，就敢说俺师父是你佛门的人。照你这么说，俺老孙吃了那么多道家的仙丹，是不是也该算道门弟子？玉帝老儿封了俺齐天大圣，俺是不是也该算天庭正神？你这老和尚好不讲道理！这婆婆说的好像有道理啊。许晋生那可是过去佛祖，你想找死吗？可菩提祖师若真非佛门之人，那佛门强行度化孙悟空，岂不是名不正言不顺？肃静！燃灯古佛孙悟空，此乃我天庭斩仙台，非尔等辩经论道之所。今日之事，因果纠缠，朕自有公断。公断不必了。妖猴凡人，尔等巧言令色，混淆视听，以身陷魔障而不自知。既然点化无用，那本座今日便只能行雷霆手段，将尔等就地镇压。老和尚说不过就想动手，俺老孙等你好久了。
师兄，他说的没错，我们确实入了魔道，入了让他们恐惧的魔，走了让他们害怕的道。师父教我们大逍遥、大自在，可不是让我们跪着求来的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，师弟，是俺老孙着相了。哼，500年前你们压不住俺，500年后你们更不够格。放肆！孙悟空、陆凡尔等藐视天规，冲撞佛祖，罪加一等。来人呐，天兵天将何在？将这2个乱臣贼子给朕拿下！糟了，血入围攻了。师弟，站稳了。师兄，俺老孙今天就带你再闹一次天宫！咦哈！哼，拦住他！恕子而赶！